分享龙飞，我是张家龙，我是陈凤馨，带风向，我来跟风向。那你云头专家。好，最近的风向总是绕着川普转啊，而且呢，大家要注意哦，现在呢，所有的日报都是跟不上川普的速度的，因为呢，在台湾，比如说清晨6点7点的时间，刚好是华府的晚上6点7点。如果是拜登时期的话，他下班了，好，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他在这个台北时间清晨的6、7点、7、8点的时候呢，会有任何的讯息。但川普不一样，对他来说，晚上就跟白天一样的绚烂。对，所以呢，很多的讯息都是在台北时间、亚洲时间早上6、7、8、9点的时候呢，他那边消息就一个出来所以呢，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就是呢，川普不管他是对外关系也好，对内的整肃也好，不管他是在经济的贸易政策也好，或者是他的外交政策也好，常常是在亚洲时间的清晨，然后给大家丢下震撼弹。我们今天要先从乌克兰的议题开始说起因为呢，这2天呢，川普跟普丁通了电话，然后川普把跟普丁说的话去通知了泽伦斯基，现在眼看着乌克兰的议题已经端到台面上了。我看到这个伦敦金融时报它有一篇漫画，这个漫画里头就有一块大蛋糕，然后放在桌中间，那么一边呢是川普，一边呢是普丁，还有一边是习近平。他已经听我们节目了。对，真的。对，我们昨天照我们讲话的内容去画。不过我们昨天这个蛋糕是个地球。对，然后呢，他们3个人像摩拳擦掌，拿着刀叉准备要切那一块大蛋糕。那当然，昨天我跟唐湘龙的节目里头，我们谈的还是双普在分乌克兰这块大蛋糕。但伦敦金融时报现在他的漫画要告诉大家的是，会不会就是这3个人去分地球这一块大蛋糕？我们要先从乌克兰的例子开始说起。那今天有2位呢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首先呢是杨永明杨教授，欢迎江龙，大家好。来，接下来呢是亮亮郭正亮郭博士。好，今天呢明亮组合蓬荜生辉啊。好，来，我们首先就先来看的是，这是川普在今天亚洲时间清晨的时候说的。他呢，因为在就是签署了那一个就是备忘录对等关系的对等关税的备忘录之后呢，虽然对等关税要延到4月最快才可能实施，但是呢，那么他回答了很多记者的话，记者问了很多他跟普丁通电话的话，他很开心，他说普丁喜欢和平，所以呢我也喜欢和平，泽连斯基也喜欢和平，所以我们很快会达成协议。那未来呢，他甚至于希望能够跟习近平还有普丁一起会面，然后呢，去讨论3国都要将军事支出给砍半。这是一个大工程。今天突然冒出了这一段话，我想对全世界来讲，就让那个我刚刚所形容的《金融时报》的那一个漫画，似乎变得更加鲜活了。好，那么川普跟普丁呢，昨天所通的这90分钟的电话，川普说了，普丁证实了。而泽伦斯基接着呢，他就接到了川普通知他，这是川普的用语，他说我们现在要把我们会面的内容通知泽伦斯基，所以泽伦斯基真的接到了通知。那么因为这一个过程，现在让欧洲国家警觉到，是不是就真的会发生最糟的状况，也就是乌克兰战争的结束。那么乌克兰不在战场，不在谈判桌上，欧盟都不在谈判桌上。只有川普跟普丁2个人是谈判者，所以我们看到说呢，《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北京曾经建议排除泽连斯基，所以双普可以谈得这么快，言下之意，获利者是北京，是如此吗？这一点也是可以来讨论的。但无论如何，乌克兰呢，现在看起来呢，确实他没有办法分到太大的饼，甚至于可能是饼本身要被别人分的，因为呢，川普明白的说，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不切实际，而他的国防部长呢，更明确的说，这个泽连斯基想要拿回乌克兰丢失的领土不切实际。所以2个不切实际，让乌克兰呢接下来的谈判恐怕会变得非常的困难。那乌克兰因此没办法参与谈判吗？克里姆林宫这时候反而说了，不会啦，乌克兰会以某种方式来参与和谈。
那么另外呢，北约秘书长这边急了，告诉大家说，北约所有的盟国都同意要让乌克兰处于最佳谈判地位，但不知道这是不是川普的想法。所以这时候呢，乌克兰有议员就提出来说，我们要不要比照台湾关系法，可能可以为乌克兰争取到比较好的位置点。台湾关系法是说呢，美国要继续的卖武器给台湾，所以乌克兰显然希望争取到的就是美国继续卖武器给台湾，但是钱从哪里来？因为眼看着乌克兰现在呢这个凋敝的状况，他是拿不到什么钱的，他用什么钱来买武器呢？泽伦斯基接受《经济学人》的专访的时候呢，说提议欧盟借钱给乌克兰，让乌克兰去跟美国买武器，能够做得到吗？我们来看乌克兰这一局有。USAID 虽然是死亡了，但是西方的媒体对中国的污蔑是不会停止的。你看到那个，也就是中美俄元首3人瓜分地球，还有就是《华尔街日报》那个报道，那个瓜分地球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是在一个英国的，就是国际法的教科书，一直以来几十年来把它视为一个封面，也就是说。在19世纪的时候，列强瓜分就是地球，尤其是非洲，像切蛋糕一样。你看那个国际的这么，那是帝国主义时代。对，然后建构了国际秩序、国际法。那现在他把它用为在中美俄3方。那《华尔街日报》说，是中国这边建议给川普的，你要直接跟普丁谈才有用，要把泽伦斯基丢包。对啊。我不太买这一套说法。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不会在这个议题上去跟美国在谈这个东西，有这个讯息，尤其是中俄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虽然稳定，但是随着这个就是战争的和谈会有变化啊。因此，这个是西方媒体总是希望把中美俄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视为，尤其是中国的这种获利。那在这一次，就是为什么川普他能够出手，就得到这个成效？我觉得第一个当然要和平了嘛。第二个，战场上其实已经大概就底定了。你去看看最近从去年8月，乌克兰出兵的库斯克，以及在去年8月在乌东的地区，其实整个情势对乌克兰非常不好。那征兵根本没有什么人上战场。那当昨天的这一番谈话出来的时候，你觉得乌克兰在战场上第一线的人员还有什么士气吗？完全基本上是没有了。再加上其实，泽伦斯基在2022年，我提醒大家2022年当第一阶段的攻击结束的时候，就是3月底，然后4月1号开始第2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土耳其的总统埃尔段曾经有一次有机会把泽伦斯基跟普丁这个找来谈这个和谈，但是被拜登给阻止了。对，这个事情事实上很清楚，大家都知道这一段。那最近很多人都提到这一段。那因此呢，这个后来泽伦斯基自己通过一个法律，他通过法律禁止他自己去跟俄罗斯和谈，这就是要向拜登去等于是表态献这个等于是这个示好。表示他的忠诚。那当然，在去年整个战场上的失利之后，俄罗斯这边也不接受，应该是在2024年，就去年5月，泽伦斯基的任期到期之后，而他不进行改选，所以他认为他没有合法性。所以这2个国家的这2个人根本不可能坐在一起谈。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大概他们希望2月底3月初的时候，川普跟普丁到沙特去进行会面，时间已经差不多快要，就已经有传言了，2月底3月初。2月底3月初这个说法，因为在差不多1个多礼拜前，在欧洲的媒体都有这样所谓美国的和平，这个议程的这个说法。那看起来大概也是这个时间点。对，因为川普自己说了，他会在沙烏地阿拉伯跟普丁见面。对，当然讲到这个时候，但不会说那我们2-3个月之后再见面嘛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还蛮符合的。然后在4月20号。什么日子呢？复活节的时候停火，全面停火。在5月9号，然后呢签署这个和平协议。那5月9号就是
2次大战终结80周年。那5月9号这个时间点，其实在莫斯科也会举办，就是2次大战终结80周年。莫斯科的媒体是说，习近平应该也会前往啊，所以这个现在就开启了，就是战争之后啊，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以及中美俄3方关系的变化。那乌克兰，我觉得他现在不太可能加入北约。20年之后加入北约这个说法也已经被丢在垃圾桶了。然后呢，现在的占领线，也就是目前在乌东跟克里米亚的这个占领线，就作为将来停火的这个线，我觉得这个大概也是确定的，因为美国的国防部长在慕尼黑也就是这么讲啊，所以他说如果不以这个为基础的话，那是不现实，否则你战争会继续打下去。第三个，乌克兰的安全要怎么维持，这是个大问题。对，有一个说法，他们是说由欧洲组成军队，那这个就不是美国，因为美国绝对不会介入，这是川普跟赫塞斯他都讲过的。对，但欧洲军队是什么军队？第一个，它不是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过去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从50年代开始到现在哈，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从来不会参与到安全理事国、常任安全理事国直接的战争。因为那个就搞不定了。对。那所以它不会是联合国授权或安理会授权的 PKO，不会是带着蓝盔的这个维和部队，所以它可能是欧洲部队。那欧洲部队不就是北约部队吗？那这个时候俄罗斯对这个的态度是什么？那北约部队是怎么来的？那讲到台湾关系法，那个是乌克兰的一个反对党的议员说，而且他是错误解读，严重错误解读。对，但是给予他错误解读的不是他的问题，是拜登的问题。因为他说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所以呢，如果我们跟美国也设立一个乌克兰关系法，第一个是他的国内法，第二个有益，第二个提供防卫性武器，那第三个呢保卫台湾，所以这样子一个双边条约就够了。那这个是完全的误解。对。那但是呢，这个我觉得反而开启了一个，就是让川普之前泽伦斯基讲到，我有稀土。我有矿产可以跟你做交易，这个川普听进去了。那这个台湾关系法，就乌克兰关系法，如果真的也出现的话呢，它也许不一定真的一个法。美国可以继续卖武器给乌克兰，那它重建的经费里面有一些必须要来支出，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对川普来讲，这是一个交易。美国财政部长在基辅，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其实已经提出了一个跟乌克兰的经济合作协议，是还有矿产合作协议，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对，那接下来欧洲安全他们怎么认为？其实欧洲人认为，所谓安全就是欧洲安全。如果说欧洲军队能够进去到乌克兰，那也许他们会，这个就是问题，能不能组成？俄罗斯会不会答应？那接下来就要看你刚刚提到的，川普突然蹦出来说，中美俄3方军费砍半。那他其实主要的目的是针对核武因为他觉得核武花了这么多钱，又要去更新，不需要，绝对不可能。国际政治上，尤其是国际安全这种硬实力、军事实力，尤其是代表着大国，等于是具有战略核主的这个军事能力，绝对不可能会退让。好，这边同样请教一下郑亮，怎么去看？因为这2天呢，之所以乌克兰的议题很热，一方面慕尼黑会议即将在举行，所以呢，其实各国也会聚集在一起。那重点当然是谈论乌克兰的情势，但更重要的是，川普不断的告诉大家说，我跟普丁通电话，我跟泽连斯基通电话，那我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想法就一个这样抛出来。真的会出现中美俄去瓜分全球蛋糕吗？而泽连斯基的未来又会是如何？乌克兰的未来又会是如何？你的看法？我觉得川普打电话给俄罗斯普京意思就是我要跳过乌克兰，跳过欧洲，对，要把这个问题的进度往前推。这个是谈判的突破僵局常用的手法了。那这样子的话，乌克兰跟欧盟都不在谈判桌上了。欧洲根本就不重要。我坦白讲，欧洲那个根本就是只有嘴炮了。真正的问题是这个议题就被往前推了，而且俄罗斯有部分接受，所以这个议题已经不在原点的了。那未来只能够就
普京跟川普谈的内容再往前走，因为还没谈完。那你不要以为他是打电话给泽连斯基，不是啊，他是打给泽连斯基，告知他跟普京讲的内容。对，因为他自己用的词就是通知，所以他并不是要跟泽连斯基谈，没有，他就说我跟普京已经谈到这里了，你想一想，所以这个完全就是强权政治了。我跟你讲，他跟普京谈的内容有4点啊，我认为大概已经底定了。第一个就是承认克里米亚，那我觉得川普在这一点是非常聪明的，他把克里米亚跟顿巴斯新占领土把它切开，那他给俄罗斯撤军的2个诱因就是我们承认克里米亚，第二个就是我们取消制裁。那你愿不愿意撤军？那撤军，普丁没有回答，可是他简单的意思就是说，你就留着顿巴斯嘛，那扎波罗热、赫尔松还有其他新战区，你考虑一下吧。这个就是川普提的条件啊。那普京没有回答啊。那至于这个，然后乌克兰不加入北约，我觉得这个是确定的了。那没有确定的就是俄罗斯要不要撤军。那目前所给予的那2个条件，就是所谓我承认克里米亚，然后取消制裁，俄罗斯觉得够不够？他来劝国内啊，说我们就撤兵吧。那而且撤兵的范围还不确定。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还没有谈完呢？因为这个部分能够再加码给俄罗斯那个撤军的这个力量，就是中国嘛。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会看到川普跟俄罗斯要在沙特阿拉伯正式谈判，然后接下来就是川普要访问中国，然后接下来5月9号，习近平确定要去俄罗斯嘛，那川普要不要去？现在还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如果川普决定要去，那这个就是《金融时报》Rachman 写那个文章的用意，他认为这个就是雅尔达会议2.0。他的认知就是这样啦。我跟你讲，没有人在讲欧洲了，谁理你啊？欧洲连国防军都没有，你有什么筹码啦？所以北约秘书长也是一个空谈。北约秘书长就是川普的幕僚啦，他叫他 shut up， 他就闭嘴了啦。所以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已经离开欧洲了啦，这件事已经往前走了，而且川普的条件已经亮牌了，就是我承认克里米亚，美国只要承认克里米亚，我跟你讲啊。一定会有很多欧洲国家跟进欧盟就分裂了啦，那这个对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对俄罗斯不是诱因，因为戈兰高地以色列也实质占领了，占领了快要60年了，都在那边盖豪宅了，所以你承不承认克里米亚对我不重要啊。取消制裁呢？有诱因，对呀，没有错。对，取消制裁，对，可是问题是取消制裁跟撤军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讲因为我这个人是政治上是绝对是现实主义者所以我们分析要从利益分析啦。为什么俄罗斯军方不愿意撤军？因为它可以分到利益嘛。我们这边讲了，顿巴斯工业区占乌克兰 GDP 的将近1/3。对。那俄罗斯占领顿巴斯之后，那个地方的财团谁分配？当然是军方嘛。你以为是谁啊？对。所以我如果可以占领哈尔科夫，占领新的乌克兰的土地，甚至我还希望有更多的涅伯城等等，这些利益是我分配的。所以有更多的军方集团想要再往前推进，增加它的可以分的饼。不只是军方啦，还有民族主义者啦。他们认为这个战争眼看就是胜利在望，为什么要让？他给你制裁取消又怎样？他又不一定会来投资。然后大后方的民生派可能才比较更渴望取消制裁，所以两边可能真的是利益不同了耶。对了，可是取消制裁主要是指 SWIFT 的那种贸易的制裁取消，对金融。可是投资不保证嘛。欧美日航就会去俄罗斯投资吗？对不对？只是恢复正常贸易，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内部反对的力量还是很大啦。就觉得说战争我们死了那么多人，这个战力不够吧？
我讲说战利品啊。所以普丁没有松口，因为普丁还要观望他内部的情势才能决定。当然是这样啊，我甚至认为普京也不认为这样划算。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中国在这边使了上力？因为真正在投资俄罗斯的是中国嘛。对。你欧美跟日韩会立刻回来投资俄罗斯吗？我打个问号了啊。那你要知道，对普京来讲，他面对的问题是立即的，他的军工产业占 GDP 6.5%，对，停战就是立即停止，对。那他的经济的撑住的力道是什么？其实过去这2年，他经济表现很好，跟军工产业的快速成长当然是啊。那如果这个东西停了，谁来撑？你现在的通货膨胀8%以上，那利率已经高到12%以上，这个要有人撑住你啊。这个并不是取消制裁就可以立刻撑住的啊。所以中国大陆在这里有极大的筹码，所以为什么川普就要把他拉进来？而且我认为啦，川普甚至会跟俄罗斯说：“稀土在顿巴斯我知道了，我们一起开采好不好？”我认为这个人就是会让到这种程度，因为他确定乌克兰的重建跟加沙的重建，美国已经是地产上的最大获利者，他都是这样看问题的啦。你要这样看，你才会真正了解川普了。所以说你在谈欧洲啦、乌克兰会不会反弹，so what？对啊，我这个议程就往前走了。接下来我在沙地阿拉伯还有具体的谈判，我跟俄罗斯已经敲定了，你能不跟吗？好，我是职业聊天家唐江龙，我是陈凤欣，雅虎 TV 风向龙凤配，给你最及时、最专业的国际新闻评论。风向龙凤配在雅虎风向直播，记得按下订阅键，开启小铃铛。每周5中午准时锁定雅虎。OK 了吗？好，哇，一气呵成啊！天哪，干嘛呢？呀呼！